你有没有曾经拍胸脯保证过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？结果呢，几天后，甚至几小时后，自己打脸自己。今天这段经文里，彼得就上演了一场大型翻车现场，而更震撼的是，这一切耶稣早就说了。就在那个最神圣的夜晚，饼被掰开，杯被举起，恩典与软弱同时出现在一张桌上。经文说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这是逾越节晚餐，原本是纪念出埃及羔羊的血救百姓，但耶稣做了一件惊人的事，他把焦点从羔羊转到自己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不是象征革命，不是政治宣言，是自我交付。他不是被迫受难，他主动掰开自己，又拿起杯来注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立约的血让人想到出埃及记24章，当年摩西用血立约，现在耶稣说他的血要立新约，赦罪不再靠动物献祭，而是靠他自己。注意那句为多人流出来，他知道十字架在前面，却仍然举杯，这不是悲剧，是计划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十字架不是终点，有国度，有再相聚，在最沉重的夜晚，他谈盼望。这是一场跨越死亡的晚餐。唱的诗很可能是诗篇113篇到118篇的哈利路亚诗篇。他们往橄榄山去，就在那里，耶稣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都要，不是一两个，全部。他引用撒迦利亚书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门徒听到这里，心里一定震动，跟了3年，怎么可能？但他补上一句，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预言跌倒，也预言恢复。失败不是结局，这句话像一束光，只是门徒还没听懂。彼得立刻发言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翻译成现代语气就是，别人可能不行，我 OK。自信满满。问题不是热情，是高估自己。耶稣说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不是模糊警告，是具体到次数。几小时后，预言成真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，口号整齐，气氛激昂，但人性的软弱比口号真实。这段经文里有3条线交织： 1. 耶稣主动舍命； 2. 门徒即将跌倒； 3. 神早已预备恢复。饼与杯代表恩典，彼得的誓言代表自信，而几小时后的鸡叫代表现实。信仰的真实场景往往在自信与软弱之间。我们也常说，我绝不会那样，我信心很稳，我不会离开主。但压力一来，环境一变，恐惧一生，鸡就快叫了。真正支撑我们的不是自信，是他的身体与血。圣餐提醒我们，救恩不是靠我们撑住，是靠他被掰开。彼得的跌倒没有让耶稣惊讶，我们的软弱也没有让他措手不及。他早已预备复活，早已安排加利利的重聚。恩典比失败更早一步。那一夜，饼被掰开，杯被举起，誓言被说出。几小时后，饼的意义显明，杯的代价流出，誓言碎裂。但故事没有停在鸡叫，因为他说过，我复活以后，我们的软弱不是终章，真正的结局写在他的血里。